2019年2月12日，vivo 在微博正式宣布成立新的子品牌 iQOO。时至今日呢，才1年多啊，但是它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的产品更新速度，一直活跃在广大用户面前。这次呢，蓝厂给我们带来了三星顶级的传感器 GN1， 还有地表最强的120瓦闪充。今天我们的主角 iQOO 5旗舰系列，其实 iQOO 3也刚刚发布了半年啊。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作为数字系列的转型之作，这次的改变可谓大刀阔斧，去掉了前代的灯带设计和压感按键，完全摒弃了之前的游戏感，但设计感还是保留了蓝厂的一贯水准。iQOO Pro 赛道版更具极客范儿，背部磨砂玻璃引用了类似引擎盖的碳纤维纹理设计，两侧抛光部分与蓝色光线契合，营造出一种速度感。星宿配色的 iQOO 5背部玻璃的蓝色饱和度恰到好处，由上到下，由深至浅，随光线变化质感十足。它们都有一颗造型极具辨识度的三星 GN1 传感器的主摄，有点像蓝肤聚能环啊。这颗5000万的主摄和 X50 Pro Plus 上面是同款，样张环节我们会细聊。iQOO 5的四周边框做了一定程度的收窄，虽然和曲面有差距，但是作为直屏来讲还是控制的不错的，并且几乎不存在误触的问题。5 Pro 是 iQOO 中第一个采用曲面屏的，视觉观感更好，但是在显示白色的时候，边缘处还会有明显的泛绿问题啊，这个是通病了。虽然一个直屏一个曲面，但实际上它们都是采用的三星柔性钻排屏，柔性就意味着可以更轻薄，因此重量控制的也要更好一些，均为197克。不仅如此，屏幕还升级到了120赫兹的刷新率和240赫兹的触控采用率，支持 HDR10+%的 P3 色域覆盖，硬件自然也是触顶的851铁三角组合。不过这次的865和上半年发布的 iQOO 3上的865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跑分表现优秀了不少。不仅仅是 iQOO 5系列啊，其实上半年发布的865机型安兔兔跑分基本上都在60万甚至还不到。下半年在超频的加持下呢，新865跑分普遍62万左右，在大型游戏上呢也确实能够看到一定提升。这在我们之前的3种865处理器专题视频中跟大家聊过，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频道里边翻看一下。在超大型游戏《光明山脉》中，iQOO 5和5 Pro 平均帧率57，帧率波动17，相较于 iQOO 3提升约14%，帧率波动只有1/2还不到。像目前主流的游戏《和平精英》《王者荣耀》也不用多说，一个字非常稳。当然，帧率的提升也伴随着温度的提升。不过，蓝厂在控制发热方面很有一套啊。iQOO 3表现是最好的，我们小白测评数据库第1名 ，iQOO 5这边第2。在数据库之中，三者表现最差的5 Pro 也是44.1摄氏度，表现也算是非常不错了啊。总的来说，这个表现日常体验你是不用担心的。这个玩目前的主流游戏呢，也都能够从容应对。但是少了2个压感按键，确实对游戏体验呢有一定影响。如果你是之前 iQOO 旗舰的用户，升级下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至于游戏的深度优化呢，我们打算出一期各家系统发展至今常用功能的差异化对比，到时候我们在那期视频里边再详细跟大家讲。如果说不玩游戏，这些提升对你感知不强，但是120瓦超快闪充，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拒绝。在这个出门什么都可以不带，手机必须带的时代，谁都不喜欢低电量带来的焦虑感。我们先看一下耗电方面啊 ，iQOO 5中规中矩 ，Pro 版为了追求轻磅，把电池压缩到了4000毫安时，表现确实不太理想啊。轻薄和续航就是鱼和熊掌了。但是好在 Pro 版配备的是更快的，也可以说它是地表最强的120瓦快充，16分钟就可以把手机充满。是的，16分钟就可以充满。iQOO 5的55瓦充满耗时45分钟也很快了。拿出同样配备120瓦闪充的小米10 Ultra 对比呢，小米这边23分钟充满，相差7分钟之多。不过首先 iQOO 这边电池要小了500毫安时，但是我们换算一下，单位分钟内 iQOO 这边充入的要更快一些。而且 iQOO 5 Pro 的高功率维持时间也更长，100瓦以上可以维持4分钟左右，而小米10 Ultra 的100瓦仅能维持1分钟左右。另外他们在前台显示100%后面的涓流充电时间，小米也要更长一些。说到小米啊，有个小插曲，之前有小伙伴反馈啊，小米10 Ultra 用小米自己的65瓦氮化钾充电器，10几分钟也可以充到100%。我们实际测试了一下，竟然复现了，10分钟就可以充到60%，17分钟就可以充到100%，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赶上iQOO的了啊！还要120瓦，有什么毛用？但是我们通过调六表发现，小米10 Ultra 前台显示100%之后，实际仅充入了72.27%的电量，后续涓流充电达到了18分钟，完全充满用时35
45分钟，55瓦左右维持了16分钟加，确实非常猛了啊！但是前台显示100%之后，进行涓流充电的瓦数也非常高，开始竟然有30-40瓦。UI 充电显示错误吗？我们判断这应该就是一个充电调度加上算法的小 bug。大家还是不要想多了，老老实实用原厂的120瓦进行充电。OK， 既然说到这里啊，那我们就做一个小调查，你现在正在用的手机，它的充电功率是多少瓦的充电器呢？30瓦、65瓦还是120瓦？还是非常安全的5伏1安呢？至于 iQOO 的这个120瓦闪充是如何实现的，其实在之前的小米10 Ultra 深测之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过了。这里我们简要再说一遍。首先，更大的充电器带来更高的充电功率，相应的发热也更大，数据线也会随之变粗。iQOO 和小米的超大杯在便携和效率以及安全性上都找到了一个相同的平衡点，20伏6安的输入功率组合。但是这个速度怼着电池充肯定是不现实的，目前的电池还受不起这套疯狂输出。我们假设充电都是水龙头，数据线是水管，水管里的水流就是电流，就像我们喝水啊，慢慢喝没什么问题，但是一口气一直往里猛灌，谁也受不了。所以主要问题就是如何降压，如何让水以均衡的速度流到我们的肚子里边。这个时候电荷泵就出现了，它的意义就像中转水阀。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以20伏6安的速度通过数据线进入机身之后，分成2路变成20伏3安，就像水龙头持续放水，水流分成2路，但总体压力是不变的。然后电子来到了双半压电荷泵，完成20伏6安到10伏12安的电压电流转换。此时电压已经从20伏变成了10伏了，但是电池还是不太能够接受啊，所以 iQOO 和小米也是一样的，都是双电芯的设计，两个人分摊压力就轻松许多了。通过串联降压的原理，最终实现了10伏12安转化为5伏12安乘以2的组合。另外还有一块电芯的额定容量倍率越高，它的简称是 C 啊，它所能承受的电流通过能力也就更强。市面上普通电池电芯呢都是3C 的，5 Pro 呢是6C 的，这个还是挺给力的，工程师花了不少功夫。另外一个卖点就是5000万像素、1.1/3英寸超大底的三星 Gen-1 主摄了，底大一级压死人，更大的意味着更高的动态范围、更大的进光量以及更高的信噪比。OK， 实际表现如何？我们直接样张说话啊。综合体验下来呢，两台 iQOO 的总体表现基本一致。白天场景下 iQOO 系列的色彩表现非常漂亮啊，非常讨好眼球，很好的还原了彩虹马7彩尾巴，树叶的渐绿渐面，背光处的细节保留也非常不错。近距离特写 iQOO 5系列色彩分明，小米10 Ultra 对比之下呢，感觉整体有点色彩寡淡。不过它将粉紫色的花朵拍成了淡紫色啊，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夜间场景下 OA48C 的底也很大，1.3/1，进光量也很足，结果就是暗部清晰，细节保留也很好。iQOO 5系列呢，相比之下表现就有点一般了。不过在光线充足的场景下，小米10 Ultra 非常容易出现过曝，进而影响到周边的色彩，比如这张天空仿佛被一盏灯给照亮，而且有些场景下会导致细节丢失。iQOO 系列则没有这个问题。综合体验下来，现阶段的软件版本 Gen-1 光线良好的情况下表现更好一些，而 OA48C 目前夜景要更加有一些优势。噪点的控制上呢， iQOO 5系列和小米10 Ultra 表现相当啊，早就不知道把 iQOO 3甩到哪里去了。iQOO 5和5 Pro 虽然主摄参数相同，但是我们体验下来，夜间整体亮度上 Pro 版要更亮一些，5 Pro 和小米10 Ultra 比呢，表现又稍差一些。但是夜间米10 Ultra 的高光压制又不如 iQOO 5系列，很难说谁一定比谁好啊，只能说他们在不同场景下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因为他们的硬件总体水平是差不多的。不过在超广角镜头这边呢，小米10 Ultra 角度要更广一些，细节保留要更好。比如说这组地面 iQOO 系列由近至远轮胎印越来越少，而且还有断层。蓝厂作为目前机圈唯一使用 Gen-1 的厂商，这颗传感器是目前顶级的 CMOS 之一。另外3颗我们之前也都跟大家聊过啊，三星这边的 MX700是和索尼联合定制的，还有小米10 Ultra 上这颗豪威的 OA48C， 之前深测中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还有就是三星上的这颗 HM1 第2代的1亿像素镜头。它们之间的样张呢，在之前小米10 Ultra 那期深测中呢，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大家可以自行查看，我们这一期就不再赘述一遍了。其实早在 X50 Pro Plus 的时候 Gen-1 就和我们见面了，不过当时呢我们并没有细聊。目前呢这颗传感器只有蓝厂的2个系列3台手机在用，而且根据我们的侧面了解， Gen-1 的硬件成本要比三星最新的1亿像素 HM1 呢要更高一些。最后来看一看 Gen-1 的录像表现如何。记住 iQOO 5上呢是不带防抖的， iQOO 5 Pro 上才有。第一次90度左转和中途360度回头的时候 iQOO 5出现了明显的撕裂， iQOO 5 Pro 轻微剧烈跑动的时候 iQOO 5左右晃动的幅度大概有30%那么多啊。
小米十 Ultra 防抖控制最好，但是画面有轻微的跳动感。iQOO 5 Pro 摆动幅度介于两者之间。120瓦充电，120赫兹的屏幕，三星的 Gen-1，综合价格和配置以及调教，在目前4-5千元档位，iQOO 5系列的性价比依然还是非常高的。但整体旗舰气质上的大改变呢，必然是有一个过程的，这就看之前 iQOO 的用户接不接受这个改变了。我个人感觉还是挺漂亮的啊。根据 IDC 去年公开的数据，2019年手机市场全年市场份额总出货量，vivo 占据了18.1%，排名仅次于华为。但今年根据 IDC 最新的2020年第2季度，也就是4至6月国内手机市场的报告，vivo 出货量1500万台，市场份额17.1%，照第2个季度同比下滑了18%。但是目前国内市场华为一家独大，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形成了。国产手机市场正在走向极化，不过美国的芯片禁令给国内市场的变化又增添了许多未知数。iQOO 数字系列的第3代产品，它不再把核心体验放在游戏上。虽然它之前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游戏手机，但之前的压感按键、灯效加成都让普通消费者很难不去把它当游戏手机看待。但这一次，它试图颠覆印象，补足之前的短板，在设计和性能以及日常体验上找到一个最优解，通过综合考量，使它更符合大众用户的需求。你觉得应该给几分呢 ？OK， 这就是 iQOO 5和 iQOO Pro 我们想跟大家聊的东西，基本上都跟大家聊到了。他们的数据呢20多项吧，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大家都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更多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都搜索小白测评，尤其是我们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 B 站。不过关注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